哟，欢迎来到2021第一届 Beast Kingdom BeastCon 野兽国线上展。大家好，我是阿浩。YouTuber 界的金城武，你知道在 YouTube 任何支影片上面留言，谁是 YouTube 界金城武，可能不会有人理你。那也有可能我去开分身去留言说就是浩浩啊。好，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再来野兽国这个线上展吗？没有，我们欢迎我今天我的好朋友，我们的 YouTuber 界也是收藏玩具一把交椅，好不好？铁牛哥，应该是白白的，应该是白白的，后置请帮我们。今天来这边穿了不一样的衣服今天你是猛毒，没有，我刚刚讲说我很喜欢猛毒，结果拿到制作人的衣服，制作人给错，对，没有关系，我一样喜欢哈，因为他们有打过架 ，OK 的，可以。其实很多人都以为猛毒是黑色蜘蛛人，对，有，一开始很多人，我小时候还没有到很迷的时候，我这样想过，我想为什么他变黑了？对，奇怪，变坏了，因为黑化蜘蛛人不是。它是猛毒，没有错。那今天呢？我跟铁牛也算是第一次合作，对，可能会微尬。对，我们微尬的话，就请大家吸收一下，不要留言，不要刷尬，不要刷尬。那今天呢，我就跟铁牛一起来介绍这个2021 Beast Kingdom BeastCon 线上展。我们等一下看到的东西，不得了，不得了，第一次公开露出啊！刚刚看过，其实我有冲动了，想买，你被冲击了，对，被冲击了，对，我觉得很可怕。这个东西，如果你今天刚领到薪水，我建议这个直播期先不要看，你可能房租缴不出来啊。会，而且现在线上购物非常的方便，对，会冲动，会冲动。那如果今天这个影片你爸妈在旁边，可以叫你爸妈一起来看，他们搞不好也会冲动一起买。爸，你想买是不是？我也可以顺便。这支没有，我帮爸爸买。爸爸想买这样，爸爸想买哦。好了，那今天就直接到会场。好吧，这会场很可怕，好不好？前进喽，好不好？摄影大哥准备了，我速度很快跟得上吗？我们刚刚蕊过很多次现在要轮着跑吗？摄影大哥也在左手都在看。够来了，有点浮夸差点掉出来。来到我们 BeastCon 2021，是我们的野兽国的旗帜。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他们这一次的 Marvel 漫威系列。他们漫威系列主要有分成 Marvel Comics 漫画系列，还有大家很熟悉的最喜欢的钢铁人系列。当然还有很多，他们这一次可能在漫威在 Disney Plus 跟各大平台想要推出他们的各种的不同的宇宙跟设定，有电影的，然后有漫画的都有很多。如果你今天你什么都很喜欢，或是你很喜欢某一个系列，这边你都找得到。对，那现在我们身后就有一柜，你看yes， 猛毒来了，猛毒系列在这边。其实我中间我知道他们前一阵子有出那个猛毒去入侵每一只的，然后他们现在把它做的是这样子，它 DS 系列它把它做小。然后猛毒会去入侵每个英雄，他会有猛毒的样子，那英雄的样子。因为我一直以为这是可能同人二创，所以其实没有，他们官方就有这样的设定。他们官方有这样子，所以这很酷。你看，像这一只，像这个半身雕像，这个 Burst 系列，它的半身雕像，大家你远看是猛毒，近看也是猛毒，不是猛毒，对。但是它有一个叫什么那个 Captain American。那个美国队长，对，美国队长他的那个，它是贴心的，你知道吗？因为它融合上去的时候，它颜色也是蓝色，像它融合钢铁人，它就变红的，就它没有用硬黑的直接把它们全部吃光。所以它这次猛毒漫威不是猛毒宇宙，它有这个 DS 系列 D Stage 系列，它就是它的小场景在上面，它这个小 group， 它的那个旁边的那种小触手，它也会被强化。然后在旁边也会变成它猛毒的那个元素在里面，就是 group 强化，很可爱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很喜欢就是漫威各种的元素、各种宇宙的那种角色，它直接把它大融合在一起，它一次一个大拼在一起，而且这样摆起来很舒服。对，因为你喜欢这种感觉，很像是一种像是我想看这个 IP 跟这个 IP 结合一起，猛毒最好结。或者妈妈只给你零用钱。对，你想要买猛毒，又想买钢铁人，怎么办？就它了，直接买它，我直接买它，是不是？这样很好2个愿望一次满足很棒这个很棒。上面这个蓝蓝的光，应该也是猛毒弄出来的，应该是他弄出来的，不错。可以拿起来，可以可动啊！一直害怕，不敢摸，我刚才讲，而且它有地台，我觉得有地台很棒，就这样摆起来，一排
很像博物馆，你家里在开博物馆。地台最棒的地方就是它这样子，它有地台，它的动作可以完整。如果没有地台的话，它可能就是这样。不小心还会这样，你不要碰啊！你不要碰，好烦哎！对，还会倒啊，踩到东西。对，没有关系。哦，监修中，踩到一个监修中，这个东西哦，因为它才监修的时候，所以这个都是第一次看到的。对，第一次。所以等一下观众朋友会看有些是灰灰的，怎么没有涂色？没有关系，因为先给你看形状，如果你喜欢了，我们再上色。再上色，就这么简单。其实讲废话，就表示说我们今天的露出是第一次，我们第一次有些才刚从那个他们设计师用完，刚从那个工厂出来，对，还是热的，热的，刚出炉的，刚出炉的，真的是第一手哦。所以第二个这个是这边是他们那个漫画系列，因为大家如果有在追美漫，会发现说漫画的钢铁人，其实跟电影的设定长不太一样。他们的钢铁人，我觉得差最大就是他嘴巴，它有一个长方形，可以动吗？对，可以来看它正面，它其实嘴巴是一个方形的，所以它就是用漫画的角度。早期的那种画风，它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做出来，他们这个是他们的 EAA 系列，他们就是可动 Attack Action。然后这个美国队长啊，他好像也是漫画，它是出版的，我把它拿起来。他们这一次美国队长80周年，而且它的材质真的很棒，很棒。他们针对这次80周年设计的，用 EAA 他们的这个产品线去设计他们这次美国队长。他们因为美国队长他们在漫画里面有一个最经典，就是他一个小翅膀，对，他把在头上也有。对，那如果真人有一个小翅膀，有点哈兹卡西，哈兹卡西呢？但是漫画呢，因为就是要维持这个设定，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元素在这边，非常的棒。它一样，它可动系列它其实头盔是皮。而且它有一个可动，它这个脚踝是可以这样子的哦。不是脚，它脚跟。然后这个东西超级棒，要跟大家讲，它这个东西可以做到很多不一样的动作。比如说它可以让跪着，它可以跪这样子，要不然就是一样，不然就只能这样。对，会这样子，会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到，看不到？对，这样是其实是，这很棒这很棒。对，可恶哦，你们一直在进化哦。对，不要逼我们下手哦。你以为我没有带钱来是不是？对。好，这边还有一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哇，这个是漫威系列的反派屠杀。他是谁？他的故事背景比较特别，他是像猛毒身上分裂出来的，然后去依附在一个杀人犯的身上，然后变出来的一个新物种。然后他在蜘蛛人的那个漫画，在他的故事轴里面，他强到蜘蛛人打不太赢，跟猛毒2个人合手要打他一个。然后所以所以你有看到他有一点猛毒的样子，对，但也有蜘蛛人元素，又有一点蜘蛛人元素在里面。然后你看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后面已经先有4个触角，就是有点像是他一开始的手就是比你多，他也有猛毒的一些特征在里面。对，而且他的本身的他附着的那个人，因为是杀人犯嘛，所以他的个性残暴，所以他变得很残暴。反正他就是把你激大，就是把你的恶再变更恶。就是像猛毒的那种概念是，它侵蚀到你以后，它可能会放大你的东西。对，所以像那个小只 group， 它旁边的那个触手会变强，就是它会把它变得更猛。所以大家会以为他是蜘蛛人，又以为他是猛毒，他其实跟2个都是有关系，因为他毕竟2个宇宙他们后来有拼在一起。对，所以这支很值得期待，因为这很酷这很棒，这个买了可以跟猛毒摆在一起，因为他们也有出一只猛毒。然后你买了猛毒，又想买蜘蛛人，而且我要跟大家讲，他们的蜘蛛人超神，是我后来他们跟我讲，我朋友跟我讲，我才知道，他蜘蛛人后面有磁铁是可以吸住，所以你可以吸在冰箱上面这样，就可以吸着，然后你就可以帮他摆每一个动作在冰箱上面这样子，所以。野兽怪想说你柜子没地方放，他吸冰箱，这真的，我跟你讲，这真的超猛。我那时候我还想说，我还去拿雷神去吸，你知道吗？雷神没有，他的蜘蛛人有。天花板发展，好像可以，很可怕。对，可以，上面都是蜘蛛人。以为柜子买了你就不会买吗？这一支很棒，这一支喜欢的一定要那个锁定他的消息。在后面啊。来了，最感动的一幕。这个就是他发光这边等什么时候才要介绍到我？在那边他亮很久了。对，奈米之手啊！这是他们激将系列的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铁牛。会哭。这次我觉得是2019年那时候全世界轰动的电影，每个人都想要在第一天看，不想被爆雷。没错，看到他手指头是这2只一起。对，我刚刚还在研究是这个欠钱，这样再还钱这样。他好细致，是还钱。过来看。而且它这个是一个呼吸灯嘛，呼吸灯，对。
里面有彩虹的那个配色，然后呼吸灯这样。然后它就是做一些像战损的这样的东西。这个放家里我觉得很爽如果旁边我这样买了，我旁边放钢铁人，然后再放那个场景还原，其实很爽。对，我觉得很酷。而且它这个光在家里就是赏心悦目，很棒，就是开心。现在小老虎到你的手蛮粗的嘛？对，蛮粗的，蛮大的。好，我们这个很棒，这个真的很棒。它下面底盘也是他们，是它这有点像这样的设计，反应炉的概念，有点像反应炉的设计，这其实很棒。但今天这一台里面最特别的我刚刚跟铁牛在那边先看完。对，我跟你们讲，这一台真的最特别，中欧骑士系列的钢铁人，这是野兽国他们自己第一次首创做出来的，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因为钢铁人这种 IP， 如果要给别人的话，是那个朱古龙之他拿去做名将系列，现在野兽国也有我们中欧系列，真的，而且他们要取得他们的 IP 授权去创造其他的角色，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超级棒，而且它的细节很细，它的铠甲他们挑的很好，他们就因为钢铁人也是穿铠甲，对，中国骑士系列他穿的铠甲舒服，看到就舒服，而且他们有用那种蒸汽朋克的概念，对，他就是因为科技没那么发达，我就很喜欢那种。它放一般的科技，可是它看起来就是钢铁那种高科技的 feel。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炮弹。其实是一个炮弹，这种 feel 很棒，然后感觉就有魔法，很棒。这个因为钢铁它毕竟还是高科技的东西，它不能就是用剑。好像失去了钢铁人的元素。它还送你一把小剑，就在这边。而且这应该是可以从刀鞘里面拿出来的吧？这个我讲的，因为它颜色这样，我不敢摸。不敢摸，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摸吧？这个我们远看不可亵玩焉。你一摸了可能就被工作一样压在地上，要走那个谁准你？它的披风也很棒，因为它披风在旁边拉了2条铁线，你是可以摆动它的披风。我看波动感很好，它盔甲的细节都没有马虎，然后手也是，手的那个铠甲细节也有出来，很棒。我很期待它上色，是不是上成那种铁色的？如果能做就更帅。哇，这个很棒。然后这应该是中欧时代的小老虎道尼，所以打开大老粗胡子这样子，一个啤酒附件没有，不要乱加。很帅很帅，这一支非常的特别，强烈建议喜欢钢铁人的可以收，因为这个真的太特别。我觉得可以开始存钱了。对，嘿，现在来到我们第2柜，这一柜一出来一进来，钢铁人满满的钢铁，而且金光闪闪，好亮。大家有发现这边的钢铁都会发光？我觉得会发光完就很棒这样子它是走一个电影系列，直接这样子拉过来。他这一次那我们就这个一起讲好了。他这是 EAA， 这是他们的系列。对，他们这次就要把钢铁人历代的电影他们的系列全部都做出来。而且刚刚其实我们有做一下简单的功课，它的这个面罩是可以打开的。他们最经典，他们第1集他在他的那个第1集他被抓去嘛，对，打开了，它里面这是小老虎道尼。超级应该是东尼史塔克在对，东尼史塔克，对，我们应该讲东尼史塔克。对，他其实因为他其实之前野兽国出过一次，这个叫做 Mark One， 对 Mark One， 但是这一次他们又改版，全新改款再上架。他们我记得以前的版本好像是不能打开它的，只是打开，他们是可以打开，而他们所有盔甲其实都是可以拆卸下来的。这就是我们要的进化，就是玩具就是会进化的。他听到我们的心了，不止可动，还可以拆卸，所以它里面是用那种鸡皮去做的衣服。很棒，这个真的很棒，这个可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你们买回去会看到它后面的这种它的机器。我现在才发现对，供电的，它完全不马虎。其实细节可以这个细节我觉得算是，这很棒其实这样我会想要买这一支。这支我觉得我也被这支扫到，这支特别程度真的太高了，真的。对我来说，很像一个限定版，光是可以这样打开，里面一个头，对，就很够了。一个限定版，然后这旁边这个是2代。就是钢铁人2马克5他那一集的反派就是拿那个鞭子啪啪啪那个嘛。我要先把它拿起来，他刚刚差点想让我把它带回家。对，你看他还做这个战损做旧。我很喜欢玩具做战损我觉得很真。你会自己买那个玩具去磨吗？不会，我小时候做过一次这种战损，真战损，我蛮后悔的。后来战损还是买他们官方做的比较好。对，一样，这边他是做这个战损版没事，放回去，差点又买第3次，对，差点买。然后这个他们这一次他们做一个，因为其实很多那种，我觉得钢铁人他们第2集不一样的就是，他们觉得钢铁人就是在家里面这样飞出来，对，他们第2集多一个小小的一个惊喜片段，他们是可以随身携带的钢铁人，对，穿着公事包，所以他们这公事包也做出来，把它打开了。对，原本公事包放旁边，现在公事包可以打开，里面它的配件都在里面，这很棒我觉得他们
做玩具的应该也非常非常喜欢我们，有听到我们的心声啊。对，这样讲。而且我觉得它很酷，它每一集钢铁都在进化。第2集是有一个公字包嘛，啊，第3集就是一堆钢铁人，一堆钢铁。它的这个我需要 carry。可以。为了不让你再多买一只回家。再来这边这个是战争机器，战争机器来，战争机器就是他另外一个将军朋友。要不要拿？我现在好犹豫哦。那可以，它比较好放，还有一个底座在这边。他的朋友第2集战争机器有 OK 可以，他后面枪炮的那个弹夹哦，有，这个很酷哎，全部都可以发亮哦，我觉得好棒哦。这个他有做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叫什么特效的感觉，它是发生那个子弹，对，它的特效剑，对不对？这一只，而且它的盔甲也有做战损它的那个头盔，我觉得这样很强因为他的脚后面有做战损，你这样看起来就感觉这个仿佛在战场里面冲出来的。其实它的涂装都算很精细因为我刚刚其实就这样走一轮而已，我现在还真的在近看，发现可以。真的一直被烧啊，好羞啊！这一柜，嘿 ，OK， 放回来了。再来这一个应该就是马克6，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复仇者联盟。有翅膀的，来，有翅膀。翅膀应该也是可动吧？对，要转到后面给大家看。我觉得我小时候如果看到这个，我会很兴奋，因为小时候很喜欢玩那种玩具，然后在那边对打嘛。然后就会让他我小时候就让他就像原本是这样。然后筷子被打输了，然后就进化。对，进化，把它拔开，然后就往上冲。对。换你买了吗？换你买了吗？对，我在这边。没关系，因为它这些配件其实都是我刚刚买一只，你买一只，这很正常。我们先放旁边。对。来，我刚刚是有看工作人员在那边一直摸。对，有可能不是我。对，工作人员。对，因为我刚刚他们这边一直弄。翻开覆盖的现金卡嫁祸。可恶！好用下来。再来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说灰色是什么？这个是烫的。刚出了，这是 mini 版的。对，然后他们挑了胖雷神所有在那个电影里面经典的画面。对，塔克的那个叫什么？放他的胖肚子，放在他的胖肚子上面。而且我刚才发现他的左脸颊是在吃东西，又发现他凸起来吗？嘿，右脸颊，这真的很可爱。因为我之前有买过他们的那个 Attack 的那个，就是他手上也是拿那个啤酒还有披萨，对，那个很爽，那很可爱，非常可爱。这是好笑。然后它这一个中间这个是拿一个热狗，很像大汉堡。这个是3D 眼镜吗？因为我就想，因为还没涂装，我不知道它这个眼镜是是太阳眼镜。太阳眼镜对，所以他就是坐在那边，然后用可能在晒日光浴这样。因为他本来胖胖的那个，他的造型已经很猛了，他把它做成 Q 版的更可爱，更胖，很想收。那这个就是他虽然胖，但是还是叫得出来锤子。你知道这个是那时候因为没有颜色啊，我跟浩浩还认错，原来他是那个所有他在竞技场的那位朋友。对，我一开始还跟浩浩都认错，我想哇有联名了是不是？没有，不是联名，是一样，他们挑电影片段来石头人。但是这是可以分开的，所以你可以单买一个，或是你可以让它合体，他们就一起在打电动玩具啊。这个好可爱，这很棒。他们说这是1:1的大小，就是它本身就这么大，他们就做这么大。电影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电影里面就这样子。因为他有一幕是他想要去按那个炸弹，他说什么要按这个，他说不是，你要按旁边那个键，可是他一直想按引爆键。对，名场景还原又是一个场景还原，所以这也是他们极象系列。其实我觉得野兽国极象系列真的是很烧我的一个系列，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喜欢雕像，然后他们极象系列就是会把雕像做得很真，然后就是他们雕像细致都很还原那些细节啊什么的。他们的一个功能性很棒，就是这个它好可以按，对，它这个是开关这个开关这边是按引爆，然后按下去之后它就开始倒数。其实我不知道它，因为它倒数5分钟，我不知道5分钟完它是真的会炸掉。但你可以在它炸掉之前，赶快把它归零，然后又没有5分钟，不然它真的炸掉。还是我们要放看，它会有音效，所以观众朋友在那边等我5分钟这样。对，可以啊。那我直接问，5分钟过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没事情，没事是好事。然后真的炸掉你也困。5分钟我会大叫啊！它没了，要重新按。对，重新按。这个喜欢他的可以，喜欢星际义工队的可以搜。这个很可爱我觉得这个很棒它的可玩性也很高，就是你可以跟朋友说，按一下这样。对，你看我开始手痒，就是帮你们摸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分件的。因为其实这些雕像，他们其实寄来的时候都是分件，你也可以自己去。有的时候是自己把它插起来。对，观众朋友。再来 AA 的。最棒的荧幕情，我们的情侣档，对，情侣档，这个你买一只就要买另外一只了吧？一定要，你不能只买一只，他们会哭。而且它的配色很棒，女子力，它的胸部有做出来。
这个细节、这个有细节哦，他们没有马虎。女生穿盔甲不能去压迫她呼吸系统，对，所以不舒服。盔甲前面还是要放一些空间的，它的空间做得很好，留得很棒。这个是他们在终局之战，他们两个一起有一个靠一个合体技吧，我印象中。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就是需要一个成功的女人，在帮他守护他的背，所以他把他的背交给他。哇！而且他这个也都是会发光，这个可以拿起来了吧？这个就可以拿起来。他这个也是一样，它也是可动的。哇！还没生气哦，还没生气哦，跳起来，不是。他们这次还做了这个背包。哦，它后面有这个东西。对，有点蜘蛛人设计的概念，后面也会发光我觉得现在他们企图心蛮强的，开始在做小配件，这个好受不了。而且他们就是，虽然是他们是单卖，但是你买这个你就想要买这个，一定会。这周买这个，妈妈，下礼拜我们再去联合国好不好？妈妈说不要。你考试怎么样？对，你考试怎么样？小朋友你可以上网订哦，好不好？告诉你一招咯。昨天才看到一个孩子有个新闻呢，孩子买东西父母亲付钱，没有到很开心。要乖哦，乖乖妈妈爸爸才会买给你。对，这很棒这个很棒。我觉得他们现在，他们从做可动式缩小以后，然后到它配件，而且它配件包一直上去，越来越丰富。对，其实可以做到很多很多的那个造型。这次他们 D Stage 系列还有2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很棒，也是要讲一下。这第一个先讲你的好了，经典还原他们最后终局之战最经典的那一幕。Iron Man 真的，对，你知道他那一幕出来的时候，我起鸡皮疙瘩，我完全不知道。而且我那时候看的那个电影场次啊，对，我那个场次特别丰富，因为是包场的，是所有的人其实都看过。然后我是在电影上市的大概第二天去看，所有人都看到，大家没爆雷，可是。当他这样子的时候，是有人在电影院站起来拍手、鼓掌、鼓手、鼓掌这样子，然后，我真的会被戳到流眼泪，因为他起头是他，结束也是他的那个概念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然后自己牺牲自己。这个名场景还原真的超级棒。然后它就很小小一个，所以你很适合摆在办公室里面，或者摆在书桌的某个小角落，不占空间但是又是可以经典还原，这个非常。一直看着他，然后这样感动，一直这样感动，真的。对，然后他们这边这个是小辣椒与东尼也是他们终局之战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姿势，就像我们刚刚这个，对，但他是用 D Stage 的方式去呈现。这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男人，他把他的背交给你守护的时候，对，他很信任你。对，这个感觉，他也是做一个小小的，然后这样子可以放 DS 系列的，对，所以也很棒。对，有地台真的很好放非常好。我觉得背对背战斗真的是男人的浪漫就是我的背后就交给你，我很信任你。这种概念是他交给女生。对，如果一般都是男的跟男的这样对靠这样子，然后可是他交给女生，感觉不一样。我的下辈子，我的后面都交给你了。我老婆啦，对，后面我老婆了，后面我老公啊。这喜欢可以看一下哦。mini 的 EA， 他做了地台，因为我记得他上个以前的版本，这应该是这也是修的灰模的，灰模也是烫的。对，它这次它虽然小，但它精致还原了那个场景，它有一个地台，然后这个地台是有点被它踩坏了，还有个小小的那个3D 那个造景的。对，它是当时把那个 Hulk 关起来的那个东西，它也重现了在这一个小模型里面。我觉得有时候收这种东西放在办公室上面。这个办公桌上面很疗愈对，因为办公桌其实也很乱嘛，也不太可能摆一尊这个可能被老板就直接盯上，但摆一个小小的，其实不错。摆那个其实老板会卖我，老板会直接不讲道理，对，但讲武德。真的，如果真的要摆办公室，我觉得这可以摆。但如果你办公室呢，你摆这一尊。身后这尊可能就会有一点过分，对，有点过分。这个你要是不是在做什么电影宣传的，你敢摆，我把你砍了。对，可是这尊真的是太棒了，这好棒！这观众朋友，如果你刚刚以上野兽国你都看不起，就这样。对，小孩子在玩的玩意儿，来大人的玩意儿，有种买回去让我吓到。真的是大人的玩意儿，哇！这个不能转，我一定要讲，他屁股超翘，这真的很棒对，他后面的屁股超翘，而且他。这样看，我过来这边好了。它的烤漆很细，其实它的真的，它中间会看起来那种亮亮的嘛，就是那种车子的烤漆的车子对，钣金的那种概念。对，而且它这一次的版本是它在终局之战，它抢到萨诺斯的宝石，砰砰砰砰。对，它金色的那个盔甲跟铠甲的感觉好棒而且很棒。
而且它真的是我觉得会发光的玩具真的是太烧我了。这个可以，这个喜欢钢铁人的，我觉得财力要够才能，因为这个不乱推坑啊，这个真的是高等玩家才会。资深玩家真的是资深玩家。但如果你今天真的有财力，然后家里有空间，不过我觉得你做生意是可以买的哦。我真的觉得放一尊，你不管在什么咖啡店啊哪里，经过都会这样看一下，哇，可以，这是什么？这个可以。如果你做生意是可以买的，我觉得生意的老板是可以买的。可以。好，再来这一区，我们这一柜不得了。死侍 Deadpool，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独树一格、自成一派，他没有在复仇者联盟里面，但他的人气一个外传的概念，可是这个外传超级红，然后他已经红到他其实也不是外传，他就是主传，他去玩爆所有漫威里面的那个角色，去调侃、去恶搞。MEA 他们这一次设定也是灰的，也是烫的。这烫的哦，这是他这样子抓是在学金刚，他学金刚，他把那个叉子啊、汤匙全部压在手上，然后学他叫啊。之前那个野兽国也出过一个金刚狼，也是一样的姿势。对啊，这次他们用让史诗也出一样的姿势啊，有点致敬恶搞他的概念。致敬恶搞。那这个是他学蜘蛛人哦，学蜘蛛人啊，他拉一个绳子，他不会吐丝嘛。他特别喜欢蜘蛛人，是因为他觉得他们两个很像，他的设定，他喜欢蜘蛛人是因为他像。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指示，不知道史诗，我也以为他是蜘蛛人。对，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想，我也是这样想说，后来长大原来知道他是另外一个超级英雄。所以你刚说他喜欢夜幕侠是因为他喜欢夜幕侠是因为他穿红色，因为夜幕侠有讲说，因为夜幕侠是瞎子，对，所以穿红色就是因为我流血受伤，人家看不出来，所以他说你知道吗？我就跟他们是一样的。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带夜魔侠，就不想让敌人知道我受伤了。对，所以他穿红色，聪明。那这个就是他在躺在游泳圈上面，就是在享受他的小鸭。电影版也有出现。那这个就是他学那个007，他的枪比较特别啊，是一个塞马桶的那个。那这一个是他们那时候还原一个漫画的封面，这其实两个都是死侍。对，他是老板，这是塔可饼吧？有点像他最爱吃那个嘛。对，然后他右边的也是死侍，然后他掀开他的面罩，自己杀了自己，因为他其他里面他不是热狗，他也不是那个果酱，他就是一个炸弹。不错，好吃，卖炸弹给他。所以其实而且它的细节其实都还原的蛮不错，虽然它现在还没有上色，但它现在模已经有一些细节的在里面。我说，你看他们要做一个场景还原，它就是让你配一套，跟刚刚的那个索尔打电动一样。对，其实都是做一套给你。这个就买一个就会想买其他的，我觉得这个可恶。讲到场景还原，我觉得最猛的是这一台。哇，这个我刚刚觉得这是什么？因为以前不要乱出，好想买。我们单买一只这样子。因为你自己摆一摆，可能你摆了2-3个人在对战，还好，他直接把场景做给你，他的车一个餐车，他们电影很经典的一个场景，一个元素。他们这是也是他们的极降系列，他们第一次出，这是一个载具，他们一个交通工具，用极降系列出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是超级棒的。所以它前面因为它有这个地台嘛，所以你前面就可以摆一些可能你之前买过的一些死侍的东西，或是可能其他的超级英雄。我觉得这种概念很好，因为它不只是可以摆死侍，说不定我如果想象死侍恶搞，其实我可以摆别的，我可以摆索尔在这边跟他买，对，或者摆钢铁人在这边跟他买。而且他们其实这个他们这个系列，他们 EA 系列，其实他们的那个尺寸都差不多，所以不会觉得特别说的特别小或什么特别大。它是不是有个细节？它可以把那个公仔放进去，因为它里面有放一只，还是它本身就在里面。放进去的，这是放进去的，所以可以放任何你想要的人在里面。那对，没错啊，就金刚狼卖他饼啊，完蛋了！这台好棒哦，这台真的我可以收我觉得很棒贺成交，真的可以收了，耶！这边有个卷饼，那给我拿点。卷饼，你不要一直害我们哦，可以拿，又卖一台了。好来哦，可以，哈狗饼可以。我看有这卫生纸。很棒真的是很好，我觉得这很可爱，这个它也很可爱，这个真的很棒，这台真的棒，没有在骗，很好那里面一些小细节其实也都做还蛮不错的，而且以前很多小男生会很喜欢汽车，对啊，但汽车可以结合很多玩具啊放里面啊什么的，而且它的其实场景、一些细节、地台什么都有做出来，帮你们看轮胎能不能动，轮胎可以动。目前是动了就很成交，动了就很巧 ，OK， 原本可以动是不是？耶，好，没有关系，可以，就这样子。然后再来中间这个是鸡堡，
鸡吧，他们是好朋友，好基友，对，好基友，好基友。它这个也是可以发光的，装电池是可以发光的。他的眼睛啊，因为他一半身体是机器，我记得他好像是他的设定是谁的儿子？独目龙。对，独眼龙的儿子。然后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年纪看起来比他爸还大。但它也可以发出一个很像是亮绿色的光在这边。对，鸡宝，因为相对他在台湾的人气没有那么炸，不过喜欢他的人还是很爱。他的眼球是可以动的吗？对，一边可以动。哦，所以他眼球，他可以把它头拆开，可以他动。脸拔开，因为他后面有根杆子可以去逼他的眼球，所以眼球可以这样。所有他们的系列都可以，只要你看得到的眼球。因为有时候他们盒子刚来的时候，对，雷神可能是这样子看，对，然后或者制作人是这样子看，发生什么事情？对，就是，可是那个我怀疑是他们故意这样摆，是让我们知道眼球可以动。哦，对。那我们再移到真正最重要的一区，没错。对，来我们转过去。天天，我们刚刚讲这么多漫威的东西，一定要介绍到对饮水思源，对我们的漫威之父 Stanley， 这个真的是这一区，我觉得其实看得很感动因为有 Stanley， 才有我们所看到的各个东西。部门都有做他的产品出来，真的，他们这个是 DS 系列、MAG 系列，然后他们 EAA 系列，还有他们的激将系列，对 Mastercraft。我们一个一个来，他这个是他做一样的 D-Stage 系列，他 D-Stage 系列，它就是它的系列就是很有名，就是它小，但它还原整个场景。对，然后他做的比较卡通，比较可爱一点。它这些有一些小细节，就是都是他的签名，然后复印上去。对，签名复印。对，他最喜欢，他好像是最喜欢穿那种绿色的毛衣，因为我常常看到他很多造型都是这一个。然后这个下面这个 Mini Egg Attack 系列，就是它也还原它有一些经典的动作，可能坐在椅子上面啊，然后出写红毯，一个蜘蛛人姿势。哦，因为他好像是，因为蜘蛛人好像是他画出来的，算他的儿子，所以他最喜欢蜘蛛人。他也很喜欢蜘蛛人，对，他比一个这样的姿势，这样子射出去，很可爱，然后画那个画笔。哦，那很棒哎。再来是这个，这个是雷神索尔诸神黄昏里面，因为他客串，对，所以他是去帮雷神削他头发那个。然后我看一下他的细节，它其实细节也很棒，而且它的这个金属，它也有做出它的那个质感，它的那个质地。我其实最喜欢他们那个EA Attack 的，就是他们的衣服，让我觉得真的很像很大的衣服缩小，然后它布料都用的都很漂亮。它其实也是可动的，这个也是可动的，对，可动的。没错，它的脚也是皮革材质做的很棒，非常好。这很可爱，而且它就是它的表情，就是把它做的很可爱。虽然它是拟真的人，但是它其实很可爱的脸，不会觉得很可怕。它把它弄成像三头身，这种三头身比例，可爱。名将系列在右边这一个啊，这个是 Craft 极将系列，我们的客串之王。其实我们在看所有的 Marvel 电影，我们每个观众都会去找说 Stanley 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对，我之前有看过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是守护者的，因为他是剧，对，然后他是有杰西卡琼斯、Luke Cage 他们那个，还有夜魔侠，他的客串不是人，他都是一张画或者是一张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大家在找，怎么没有客串？对，有，他还是有客串，他就算人没去，他的照片都在客串，他就是客串你，肖像都是要到，还是会来，所以他这一个。极将系列，其实极将系列就是野兽国他们一个很独特的产品，它就是非常的精致，然后也是比较高单价，不得不说，因为毕竟它是很精致，然后它也是我拿起来也是很有重量。我觉得它这种收藏可以是像，如果说我买了钢铁人，我买了很多漫威系列的，我买一尊这个放中间，放在正中间或者是最高处，然后是这种感觉，很棒，真的这个感觉很好。而且我刚刚说它客串很多嘛，所以它后面有写一个客串之王，英文对不对？客串 King of。可以，这个可以翻，可以翻。就问国外的，他们当时在拍摄这个图片的那个设计图，原档，所以是问国外的设计图，对不对？就直接跟国外要，所以他这椅子是忠实呈现他当时坐的那张椅子。哇，好细致啊！这真的是对他满满的致敬，一个 respect。真的，而且他其实整个脸值得拥有，很像他脸的细纹，就是那个年纪上面的那个纹路、岁月，全部都有做出来。他肌肤的涂层，其实我觉得涂得很好嘞。胡子很棒，胡子非常棒。今天这样子介绍完，就用它来收尾是非常开心的。这个就真的是很厉害。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Marvel，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谢谢 Stanley， 谢谢你带给我们那么多的欢乐，也造就很多人有工作。对，然后后面厂商一直在笑，谢谢在笑，对，谢谢他，对，开心。开心。那我们今天以为就只有这样，今天还有，
后面，好不好？后面还有一区，后面还有一区是不是？那后面那区要交给浩浩了。Let's go， Let's go， 交给浩浩。欢迎回到2021野兽国 BlizzCon， 欢迎我们今天特别来宾。不好意思，你是谁？你是我们今天特别来宾，你也是来参加2021野兽国 BlizzCon。欢迎我们今天真正的来宾，我们的 Max， 星战达人 Max。你好。哇，今天看到你真的是，听说你是有一个很厉害的称号，听说你是全台湾比较早期的黑武士的扮装，对，我们所以全台湾就2个人有这种资格，对不对？现在比较多了，但是我是最早开始的。哇，那现在大概有3-4个，因为也才全台湾2300万，就3-4个因为北中南有时候早期就是我一个人的，可能跑台北、跑中部、跑南部各个活动嘛。但是现在就是多几个人出来，比较分担，比较那么累，我就可以半退休的状态。今天你累，你去跑这样，所以的意思是说你是官方认证可以扮黑武士的人。我应该我们501这个 Legion 就是501部队在。他就是全球的粉丝，算是自愿组成的一个那个扮装团体。他在《星际大战》宇宙里面，的那个反派角色，我以反派角色为主，像是赏金猎人啦，或是 Sith Lord 啊，还是Stone Trooper， 最多的就是 Stone Trooper， 就是白兵、风暴兵这样子。那今天，因为老实说来惭愧，我其实只有看过4、5、6集，也就是正传的前3集，所以其实我大概认的角色就是 Han Solo 跟 Luke。哦，对，那是最经典的。然后还有那个，对，这也是最经典的。对，CCPO。对。那今天我就来介绍我们今天野兽国星大战系列，其他都是 EAA 的系列，它都是可动的。我觉得野兽国 EAA 做的非常好，真的。我自己在早期的时候，从黑武士就开始在收集。它是今天看到这些惊为天人。其实我刚刚看到 Han Solo， 我觉得哎呦。他做的好帅，我刚才差点把他变秃头啊！他的熏福特，对，他其实做的很帅，他的这个，而且他的，因为我们刚刚说过 EA 的眼球都是可以动，所以你自己可以看旁边，然后看前面，然后他又有这个枪，他枪是配件，他可以拔起来吗？对 ，DL44，还不错。这个是在1983年《绝地大反攻》里面，他们要到。就是当时要到死星的一个护盾卫星啦，就是要去解除它的一个恩多星森林，也是所谓森林星球的一个造型，算是迷彩装。对，因为在森林里面嘛，那边还有像星战里面很有名的星战小熊啊。对。所以它的这个，我刚刚说过，它的那个叫什么？脚趾头这个也是可动，所以它也可以做一些跪姿的动作。对，可以。我觉得 EA 的。可动版的，因为它有雕像嘛，那可动版的活动度非常高，对，而且很耐玩，非常可爱，而且可以摆放很多你想要的姿势，或是你想要跟 Luke 2个人决斗，可以摆你们一样的姿势。对，这个 Luke 也是在1983年这个《绝地大反攻》里面的造型。对，当然这个在那个《曼达洛人》里面有一些惊喜的画面，也是这一支，所以这支非常。赶得上流行。这个惊喜不能在直播讲，自己追。什么惊喜就要自己去追。Disney Plus 嘛，对。成交收藏又多一点，没有，因为它其他都是可动的，所以它是当然一定要可以拆，因为它脖子要动嘛。而且它的布做的非常柔软，可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可爱。真的很酷，而且如果你想要拍就是那种简单动态，你用小电风扇吹，它可以有这样，它是可以的，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这一代的这个布的感觉质感做的特别好。然后光剑啊，它其实也是可拆式，你可以让它就是有伸出来，对，跟没有伸出来。它也可以脱下这个斗篷，对，因为它毕竟也是可拆的。这已经是在正传里面，陆克比较成熟，已经成为正式绝地武士的
的造型，对，黑色的绝地翼服。那后面这个这个是波巴费特。那波巴费特是这个前面讲的这个是在2002年星战2部曲对复制人全面进攻里面的 Jango Fett， 他也是赏金猎人，算是波巴费特的父亲。其实你要说父亲，波巴应该是他的这个他基因的复制人，但是他是没有被改造过的版本。其他我们看到那个 Clone Trooper 复制人，都是被改造过。这个 Jango Fett 它其他的细节也很多对，他的 Z6 背包、喷射背包，对，而且它的其他的可玩性也很高，它的枪也是可以拔掉，然后放到它的枪套里面。这 Jango Fett 比较特别，他的演员这个莫里森，对，在水行侠里面他也有演出嘛，大家应该知道水行侠他爸，但是他在星战世界里面，他是所有复制人的基因母体。对，那当然他也是后来这个波巴费特的算是父亲。其实波巴费特他算是他的基因的复制人，只是他是没有被改造过的版本，那其他都是改成那个 Clone Trooper，就复制人。那他当时就要求说，除了他提供这个基因作为复制大军的母体以外，对，得到很庞大的报酬以外，他还要亲自领养一个，训练他。所以波巴就是这个 Jango 的算是养子这样子。养子，而且这个其实也是他口弄出来的啦。对。所以他这个波巴费，他其他的细节，这个也做得很。对，他的盔甲其实就是承袭他父亲的这个盔甲。他这个头发是他的战利品，对不对？对，据说是屠杀绝地学徒都会有辫子。他屠杀一个绝地的时候，他会取得他们当做是战利品，就有点像以前就猎人头那种感觉。对，波巴费特的 Disney Plus 的影集也会上映，叫《波巴费特之书》。对，所以这个非常值得。因为他现在现正热映中。其实我觉得曼达洛人像等一下讲的曼达洛人，他比较特别的，他就是其实他是非常怎么说算是粉丝向的一个影集吧。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彩蛋啊，还有一些情怀哈，全部都你如果是老粉的话，会看得很过瘾就是了。而且其实这个曼达洛人他的细节，我觉得是我这整个看下来，我觉得算是做得很棒的。其实它里面有一个鸡皮的一个衣服，它穿在里面，然后外面又有盔甲，它的可动性、可玩性又很高。对，它这个其实做得很细致，而且它上面这个好像也做得像皮带，跟它这个绑那个武器的这个那个背带，像是一些弹带。它的这个盔甲算在曼达洛人里面，它是贝斯卡金属，它是可以抵挡光剑的。对，光剑砍下去砍不过的。那其他的一般的雷射那更不用说了。它算是他们的贵金属，所以又叫做曼达洛铁。对，贝斯卡金属，很像漫威宇宙里面的泛合金。对，所以它是比较特别的。对，这个是 Death Trooper。它最早是在《侠盗1号》Rogue One 里面出现的，它算是比较精英的 Trooper。其实我觉得 EAA 系列真的很棒的是，它不止可玩性很高，而且它细节很高。不要以为它是可动啊，大家可以玩，然后它就会忽略很多细节。其实它不管一些涂装或一些细节，其实我觉得都是品质很高的。中国的 EAA 系列就是很特别，它细致度也掌握了，因为它的大小刚刚好。然后它的涂装啦，还有它的细节，甚至我一般的布都会做得很硬嘛。但是我刚才发现，我早期的时候买黑武士就已经觉得很棒，而且它的那个 Q 感很好。那 Q 感很好，又不失它的一些detail，对，很棒。那我觉得像这一代的话，就感觉更进化了，那个柔软度啊，就很像真的衣服的缩小，而且是可爱的缩小。这两个金回刚跟达斯摩，其实他们也是他们的细致度，而且重点是他们每一个 EA 系列，他们的眼球只要有眼睛，他们的眼球都是可以动的。就是达斯摩非常可爱，这是必买的角色。真的，虽然他其他的整个形象是很可怕，但是他这样做起来又不会很可怕，是觉得他就带点帅气，然后那种邪气，不会让你觉得放在家里面是看到他就会吓到。他其实也是很可爱的。而且他的武器很帅，双头光剑。对，我记得当年还当选的就是最酷炫科幻武器，就是 Double Blade 的这个双头光剑。那红色的光剑就是取决于他们里面的
水晶石嘛，Kyber Crystal。我记得在那个我忘记是哪一集，它有一个光线是很像十字架的。哦，就是在那个7、8、9里面，对 Kylo Ren， 但是他 Han Solo 的儿子，对 Kylo Ren， 他是十字光剑，那一个光剑也是蛮特别的，有代表性。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达斯摩的这个，因为他是加上转，对，他那个感觉，那个武打，因为他的演员，我在美国那个星战庆典的 Star Wars Celebration 有遇过，那他人也蛮好的，他就基本上他会好像少林功夫，对，他的偶像是我们李小龙，对，难怪，所以他的那些武打都是来真的，到现在都还，不过这达斯摩。一直像在之前的 Solo 啊，都还有出现 Solo 的电影里面。那中间这个是 BB-8 加了一个太空飞船，这是 Paul 的 X-Wing， 好可爱哦，对，非常可爱。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星战，你是星战迷，然后你又觉得说，哇，怎么办？我觉得就是不想要，我觉得就是假设自己，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想要在家里啊，或者是一些小小地方摆一些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EAA 这个系列是非常非常适合你，因为很多人可能家里已经摆很多东西，书啊或这些杂物，但你想摆一些小东西，又不想要失去它精致感的话，其实 EAA 是一个很棒的东西。EAA 非常适合，我这种早期的黑武士就买了，后来今天看到这些，应该也是要全收了。应该是也是要收，因为它越做越细致，特别是星战系列我特别喜欢，像这个 Han Solo 就是 Han Solo 这个漫画版啊，对，也是非常棒。其实有点像是小恶搞的感觉吧，是吗？对，它是在1980帝国大反击里面，对，把那个东西重现出来。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名场景也是很必须。对啊，这样这个就一定要配成一套会比较棒。对，他就是负责把它运送去给假爸。这个是一套一起卖的吗？对。哦，所以你买这个就是有这个啊，这样很棒。星战就宇宙太庞大了，真的要讲也大概得讲3天讲不完，也收不完。光这个曼达洛人里面，它一些彩蛋啊，还有一些回馈粉丝的一些情怀也是大爆发，所以就老星战迷看了会很过瘾啊。对，谢谢 Max， 谢谢，好，谢谢。观众朋友，刚刚看完的帖子就在看我们的星战达人 Max， 都是男生，我觉得有些男生已经滑掉了。那如果你看到这边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欢迎我们的冰汉玩玩具的冰汉。Hello， 各位 Discount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汉玩玩具的冰汉。冰汉平常都在收什么玩具？我蛮好奇的。收集美系跟日系都有，其实我蛮少看到女生在玩玩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兴趣？大概5、6年前，可是这样好像会暴露年纪。5、6年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哦，所以家里你是反正喜欢的美系、日系都收，只要我喜欢我就收。其实跟我差不多耶，因为有人问我说你到底在收什么，我说也没有，喜欢什么 IP， 喜欢什么其实都收。对啊，就凭自己的感觉。那今天对于我们的 DC， 因为在这一区，我们刚刚前面都是那个 M 开头的哦，那今天是我们的现在这一区是我们的 DC， 这个不一样，这一个是我们的 DAH 的 DC 系列。其实 DAH 它这一次，本身对于 DC 的了解，比较喜欢 DC， 比较喜欢 DC， 真的。DC 它的剧情都大部分偏写实跟黑暗，我比较喜欢这一派的。其实真的看完，因为我觉得 Marvel 会比较像是大家都有一起可以看的，但 DC 我觉得它比较往人的心理方面再走一点，所以其实很多人看完 DC 觉得其实打斗好像没这么多不太爽或者怎么样。内心戏。老实说，很多人觉得《神力女超人》1984年版好像打斗画面很少，可是我最后我看到哭，我看到那个爸爸都没有在陪小孩，然后小孩就是走，爆雷了没有没事爸爸赞，爸他那个最近那个。就是看了会哭了，有哭，有一些触动到自己一些就是可能情怀的东西啊，或者想要一些亲情的东西，亲情很难不哭真的。那这一次呢，他们这个 DAH 版本，他们做了神力女超人，所以 DAH 它这个系列呢，它就是用真人的尺寸，然后把它缩小，
然后但是它的整个脸雕，然后它也是可动了，所以这是它这个神女超人，它在1984年，神女超人1984它里面很经典的，它这个金属的这一个它的那个盔甲，在最后的一个战斗，它跟那个豹女战斗的时候，我是一直在爆雷。好，还没看完就看，电影已经出来一阵子，就不算爆雷了，好不好？他最后在跟那个最后大魔王战斗的时候，还是穿这个盔甲。然后其他的脸雕，冰汉你来评论一下，这个脸雕你觉得？它其实是真的，我觉得它真的很像它里面的演员呢。还有它的盔甲在发光，材质做的很像合金的材质。对，它其实不像是那种涂料，它真的是用电镀去做的。所以其实很多人觉得那种可动公仔，它应该很多细节啊，应该就是马虎吧 ，OK 随便。但其实没有，它虽然是可动可玩的公仔，但是它脸雕其实很细致的，这真的是很厉害。男生一定很喜欢的。他真的好帅，他真的收藏，真的是很帅，而且他的头发这是他使用了，就是很像芭比娃娃那种针法的感觉去做的，所以其实你可以帮他说把辫子。什么在家里可以练习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一款很帅，它当它展示，而且它光打下去，在发光，真的在发光它就算你没有打光，它也会发光，它真的是太漂亮太帅了。再来这边，本身喜欢蝙蝠侠吗？你看，喜欢，可是我喜欢的是诺兰版本的所以黑暗骑士版本。这一版的蝙蝠侠，因为它是比较漫画的，比较早期漫画，比较哈兹卡西，因为它是直接内裤直接紧身，然后内裤又外穿，然后又特壮，你看它有点基督小其他细节算是蛮明显的对，然后还有这个材质都有做出来。对，然后这个是皮革的那个，皮革的它的内裤，内裤很害羞，还有披风。但是他的脸雕其实也很帅，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漫画都会觉得他其实，因为最开始早期那种卡通的漫画，就是会比较再可爱一点，但是他整个脸雕出来，他那个凶感，然后那个男人那种帅气那种魅力，其实都有雕出来，很帅。那你刚刚冰汉说他最喜欢诺兰版本，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我觉得他的细节，他的小丑的细节很多因为他这次脸的妆，而且我觉得最让我惊艳的是他的衣服，因为很多其实衣服可能就做一件没有，他直接多层次穿着，它里面一个背心他先里面一个衬衫、毛衣、背心，然后一个西装外套，再一个风衣外套，它有很多件在里面，所以你其实也是做真实材料、衣服材料那种，真的可以拿，真的吗？褐橙胶那我拿这一支，所以诺兰版他脸是照希斯莱杰的脸去雕的，对不对？对，然后还可以换一个正常表情的脸。它是可以换脸的。这个是在大小的脸。所以你可以让它就是摆各种表情。对，然后还有配件。他的蝙蝠侠，其实他的脸雕、他的嘴唇、他的牙齿细节其实都是有做出来的，很酷。这个可以换那个他的嘴巴，所以他嘴巴像你这样，你可以让他有另外一个雕，他有另外一个头，他总共会附几个头啊？几个脸？他总共会有再额外有3个，再额外所以总共有4个。所以他可以针对不同的表情、不同的场景去做不同的表情。因为这种表情可动式的，就是给玩家就是摆着拍照。有些玩家会自己就是设定场景啊、情境啊，然后跟他们摆着一起拍照，都拍得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玩具其实它已经超出，它不只可以玩了，然后它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刚刚说拍照，有些人会做成小动画。我记得有个 YouTuber 他在做这种可动式的，然后他会帮他做跟电影里面一模一样的逐格动画。对，然后他是用公仔可动的去做。哇，很酷！而且它的那个披风里面，其实它外面它最后2侧有那个小铁丝在里面，所以你可以帮它摆一些像你可能不同的东西度，然后让它有一个被风吹的感觉。细心，好帅哦！这组很赞。他们刚刚工作人员摆了一个很帅的战斗姿势，被我们毁坏了。干嘛？但它的配件应该也很多，对不对？像小丑就有枪，然后还有其他东西，手榴弹。那蝙蝠侠他那个还有他的那个背包。所以其实它的可玩性是很高的我觉得像小朋友好幸福哦，他们玩的玩具越来越厉害。我不知道以前，虽然以前玩具也很经典，但是现在真的是越做越精致，越高级了。
然后再来 DAH 它也出了2个载具，不只有人，还有那个蝙蝠车，跟了他们那个蝙蝠侠坐的那个飞机，再跟那个超人，是跟超人对不对？蝙蝠侠对超人的时候，那个出现的飞船跟他们的蝙蝠车，好帅！再来不得不介绍，我们刚刚是 DAH 系列，这个是我们的 EAA 系列，我们的小丑。这个小丑应该也是希斯莱杰那个版本，诺兰的版本的小丑。对。虽然他是做 EAA 做的像可爱版的小丑，但是我不得不说，他整个杀气有做出来。虽然他是可爱版，虽然他是大头版，头雕脸的部分很重要，很重要，而且他没有崩。我觉得买公仔最怕就是脸崩。对，有时候就是会做歪对，做脸崩，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好可惜。但他脸帅到爆炸。他的眼神，对，而且他的眼球也可以动，所以你可以让他就是更凶，很帅。你可以把它拿起来看一下。我记得他这系列的眼睛都是可以拿掉，对，拿掉脸，然后再调整眼珠的位置。对，因为我之前有一只其他版本的小丑，很帅。他这个版本是，他有出2个发型的版本，对不对？一个是真发，一个是那个原版，就是紫色大衣的版本，然后这是我们之后会推出的新版本。他是在一开始开头的时候抢银行，对，抢银行那个服装。然后他的头发也是用直毛的，我现在都很拟真了呢。对，而且因为他是抢银行，所以他有一个小配件是一个包包。那这个包包我不得不说，它真的是精致到爆炸。它是可以这样，还有一个魔鬼砖，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它里面可以放满满的手榴弹，然后是可以塞进去的。然后它这一个掉了，对，特成胶。它这个拉链其实也都是可以打开的。它这个配件我觉得真的是很精致精致到我有点吓到，细节做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 EAA 最可贵的是它不会因为它是可动玩具，然后就会随便做一下可动了，小朋友玩的就随便做一些东西，没有，它所有的细节其实都跟很多雕像的细节其实是快接近很像的。太棒了！那冰汉这几个如果要送你一只，没有啦，乱讲的。如果你可以带走，你今天直接冲出去，你应该会想要带哪一只？我全都要，全都要，直接这样一把抱就出去。没有啦，好啦，这组啦，最喜欢，不要那么贪心。这一组其实我刚才也在考虑，如果要了我选一个的话，其实这个有让我考虑，但是我觉得你要跟我抢吗？我选女超人好了。女超人，我觉得女超人好帅，她的盔甲真的太漂亮了。我那时候我看完这个电影，我就想说一定会出公仔，一定会出公仔。果然今天就被我看到野兽国，他们嗅到这个商机，嗅到这个观众的需求了，果然就出这个，而且它这个电镀的这个感觉，我刚刚一直在这边跟你聊天，我才发现它这边有一个绳索，套一个，这也看得到，你那边它叫真眼绳索，对不对？真眼套索，男朋友，你刚去哪里？没有啦，对不起，绑回家。对，这好帅，他做一个真眼套索在旁边。我觉得这一尊真的太帅，要是我今天可以这样包一组回家，我会包这一组。好，今天谢谢我们的冰汉陪我一起来介绍 DC 这边，谢谢。你以为只有以上那些商品吗？没有，野兽国在2021即将推出 SNK 系列商品，噬魂、格斗天王还有越南大战，请观众朋友敬请期待。死换我好不好？等一下，晚一点啊，好紧张。